我不能吃面食，一吃血糖就会飙升。67岁的张先生和邻居聊天时透露了自己的小秘密，真的，一点都不骗你。看着邻居半信半疑的眼光，张先生细细道来，因为体检发现血糖有点高，所以我就买了个血糖仪，将每天的血糖都记录下来，包括每顿吃什么饭也记下来。结果发现，只要我吃面条或面包，血糖就会飙到15毫摩尔每升左右，但如果吃麦片、南瓜、番薯等，血糖就只有5到6毫摩尔每升。现在我也没有吃药，就是不吃面食了，血糖就控制住了。张先生的做法一点也不值得推荐。这么做虽然可以控制血糖，但长此以往会导致营养不均衡，对身体健康不利。人类需要3大营养物质：碳水化合物、蛋白质和脂肪，其中碳水化合物占45%到60%，尤为重要。欢迎来到简单生活，这里讲一下糖尿病饮食5个技巧，餐后血糖从14变成7。首先，主食粗细粮的合理搭配。我们今天说的饭单指主食。中国居民膳食指南说，谷类为主。看一看膳食宝塔，底座就是主食。主食自然是我们应该主要摄入的食物。粮谷类主食要细中有粗。在国家居民营养监测入户调查中，我们碰到了一位粗中有细的好爸爸，光主食就能做出7、8种花样：馒头、花卷、手擀面、烙饼、火烧、疙瘩汤，所以他女儿很有口福。我笑了，做饭可要细中有粗才好。爸爸的主食花样够多，食材却很单一，都是用面粉做。谷类那么多，你不想都尝尝？我问他，粮谷物食物通常包括哪些？他回答，有米饭、馒头。然而，这些都是细粮。粮谷类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，就是粗粮。通常将精致的大米、面粉以外的粮谷类称为粗杂粮，常见的有谷物类糙米、全麦粉、玉米、小米、燕麦等，杂豆类绿豆、红豆等和薯类红薯、山药、马铃薯等，也就是所谓的五谷杂粮。我们推荐主食粗细搭配，细粮口感好，容易消化，但加工环节复杂，会损失很多人体需要的营养成分，比如 B 族维生素、矿物质、膳食纤维等。而粗粮刚好可以弥补细粮的这些不足，适当吃些前文中提到的五谷杂粮，有利于减少高血脂、便秘、糖尿病等富贵病的发生。粗粮这么好，那主食全部用粗粮岂不更好？并不是，粗粮不利于消化和营养吸收，吃太多会造成胃部不适，要适当摄入。作为细粮的补充最为适宜，也就是细中有粗。科学饮食要粗细搭配，以细粮为主，粗粮为辅。平时以肉食为主的人，突然大量摄入粗杂粮，会引起肠道的不适反应，要循序渐进。幼儿、消瘦及胃肠不适者不建议多吃杂粮。总之，给大家的主食建议是：1粗、2杂、3适量。主食要多样，粗细搭配，促进健康。那么如何搭配？降低主食中精白米面的比例，搭配一部分粗粮燕麦、荞麦、黑麦、大麦，一般以6:4最合理。一来，粗粮中含有较多的营养物质，可满足人体所需；二来，粗粮中的膳食纤维可以有效降低主食的消化速度，延缓葡萄糖的吸收，对稳定餐后血糖有很大帮助。每日主食量应控制在300到350克左右。部分淀粉含量较高的食材也可以作为主食来食用，比如土豆、山药、芋头、藕、玉米等，这些食物的升糖指数较低，少食多餐更合理。少食多餐是指在保持当日总热量不变的基础上增加就餐次数。它的好处是保证膳食总量的摄入，避免两餐中出现的低血糖，缓解饥饿，减少血糖波动。原则如下：3餐主食按照1/3、1/3、1/3或1/5、2/2、2/2分配，2餐之间相差5到6小时为宜。加餐中碳水化合物的量不应超过正餐中碳水化合物的1/2。若选择加餐，建议前一顿正餐减少部分碳水化合物，在2到3小时后补充。在进食消化1小时后饮用绿茶，可预防饭后血糖过高。
吃蔬菜有讲究，蔬菜中富含维生素、矿物质和膳食纤维等营养物质，对于糖尿病人血糖的稳定具有很好的帮助。叶类、瓜类的蔬菜碳水化合物含量较低，如大白菜、小白菜、油菜、菠菜以及冬瓜、茄子、苦瓜、黄瓜、西红柿等。此类的蔬菜每天可以多摄入，量控制一般在500到600克左右。吃蔬菜要牢记321吃菜模式，每餐3两绿叶菜，约150克，如青菜、芹菜、菠菜、韭菜、白菜、卷心菜等，每餐2两；其他蔬菜约100克，如西兰花、黄瓜、青椒、冬瓜、苦瓜等任一种蔬菜均可，但不包括根茎类蔬菜，如土豆、山药、地瓜、藕、芋奶等。每餐一藻菌类蔬菜约50克，如海带、紫菜、黑木耳、蘑菇、香菇、金针菇等。优质的蛋白质要补充。糖尿病人蛋白质的消耗量比较大，如果补充的不及时，会导致营养不良或体重下降，更不利于血糖的控制。因此，每天吃1个鸡蛋，喝300毫升的低脂牛奶，50克的豆制品，2两肉。烹调方式要得当。从原则上讲，烹饪方法越简单，调味料用的越少，越适合糖尿病人。要做到少糖、少油、少挂、少勾芡，适当可以多放醋。食物不要做得太软烂、粘稠。清蒸、快炒、凉拌、烫涮、煮炖这些烹饪方法比较适合糖尿病患者。